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麦氏音响的 YouTube Channel。那这个2025年的 CES 展览已经结束了，所以依照往年的惯例，我们来大家看一下各大厂商他们在这个媒体发布会有讲了哪些重点。那我们今天的主角呢，就是 Sony。然后这段影片其实它会比较长，所以我们在影片的底下都会有标注上章节，所以大家可以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段落去看的。好，这个2025年的 CES 展览，我觉得相对起来，除了这个 AI 领域黄仁勋的演讲之外，其实在消费电子的领域是看不到什么新亮点的。有时候我也反问我自己说，像现在的一个消费电子产品，假如说手机、电脑或是电视，其实我觉得它都已经能满足大多数的人一个你不要说基本需求，就是我甚至觉得是已经满足到中高端的需求了。当然，我觉得声音类的产品，Soundbar、手提音响，它跟那种高端产品还是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去做进步的。所以呢，你想想看，在智慧型手机的一个下个世代，会改变我们人类生活的产品，它会是哪一个东西呢？会是假如说智慧的机器人，会是智慧眼镜，还是智慧驾驶的汽车呢？所以有时候我看这些厂商们在 CES 展览讲的一些话题或重点之后，我觉得这能带给我自己，或是带给就是荧幕前的观众，大家一个重新思考的想法与机会哦。好。差不多说，今年的一个 Sony 发布会影片将近50分钟，其实我觉得它重点呢就是两大项。第一项呢就是他已经讲了很久的这个智慧汽车 Afeela， 跟第二个叫虚拟实境的一个技术，包含一个即时的动画化，然后虚拟场景拍摄，然后动态捕捉的技术，以及虚拟建模的技术。那这后面会再跟大家稍微来做详细的聊聊。好，首先呢这个开场。这个媒体发布会开场就由 Sony 集团的老大，这个叫做Hiroki Totoki 实时玉树先生 Totoki 上，那他开头呢就讲说要给世界更多的这个 Candle 感动。那其实 Sony 他这边给他的一个自己的公司的定义是一个叫做 Creative 的 Entertainment Company， 有创造力的娱乐公司。他意思就是说他会给创作者更多的一个有效率的创作工具，那带来更多的一个影视作品，然后还有游戏作品。那例如他在背后的这个 CES 的媒体发布会，这时候他的后面那个媒体墙啊，是展示了一个虚拟摄影的技术，还有他获得一个你要知道今年一个最佳游戏大奖啊，他的得奖者是 Sony 的这个 Astrobot 宇宙机器人，就这是游戏界里面一个很大的新闻，因为那时候很多的一个游戏玩家大家讲说，一个年度的最佳游戏可能是什么黑悟空啊，或者什么一些其他重量级的大作，就没想到最后公布是这个宇宙机器人。就你没有听错，它就是你一拿到 PS5， 你开机不是会有一个试玩游戏吗？测试那个摇杆的那个游戏，就是那个游戏没有错。好，然后接着呢 ，Sony 有讲说他去年发布了这个PS5 Pro， 然后最终幻想7重生，然后最终生还者2的重制版，简单讲，都要提供了更多的游戏给大家嘛。这边还有提到就是他们提供给这个动画工作者，他们使用了这个 Anime Canvas 的软体。那这边其实要讲说，传统的动画它是需要画师去一帧一帧去做出来。假如说你看那个《鬼灭之刃》，它的那个动画，他们包含一些打斗的场景啊、挥刀的场景啊，这些画师他其实都很辛苦的去把你假如说你现在看的动画是每秒30帧，如果你是很喜欢看那个每秒60帧的动画，你就想象画师在那边每次画手稿都是1秒钟画个30张，1秒钟画个60张那样画，那工作量其实很大。但你要想想看，其实现在的 AI 技术啊越来越好。所以有一些动作过度的画面，就是你一定要用人工去把所有的画面都画出来嘛。假如说它有一些人挥刀的画面好了，它刀从最高点挥到最低点，这个中间是不是可以透过 AI 的帮助去让这整个作画的过程更快？所以呢，Sony 它借由这个新的一个工具的提供啊，它希望可以让大家以后这个漫画的作品或游戏的作品，它做成动画的这个时程可以变得更快，就让这个以后你也许。新的漫画一画出来了，再过半年你就可以看到新的动画。那这样，我觉得对整个动画影视产业来讲，也是一个非常良好正向的循环哦。好，那接着呢 ，Sony 它就是要正式宣布说，还有2个很重要的事情要讲的。那第一个事情就是它与这个美国这个橄榄球联盟的合作 NFL 的合作，所以要请到他们这个 NFL 老大 Roger Goodell。然后接着他们在讲说 ，NFL 很久以前呢，就是使用这个 Sony 的专业的广播相机啊。那去年的超级杯决赛用上了160台的 Sony 摄影机，他们用上这个 Sony 摄影机，其实不是只有拍摄整个即时转播的画面，它还有用了这个好的摄影的系统，还有鹰眼的辅助系统，
它可以去帮助裁判去更好的去，假如说你有些球是到底有没有出界啊，或是运动员他达阵到底有没有摸到那个标线啊，可以借由这个好的这个摄影系统的辅助，去达到一个更公正的裁决。然后还有讲说，其实 NFL 从2020年开始，就是也开始使用 Sony 旗舰的这个 Alpha 相机。那大家都知道 Sony 其实做相机，在这个领域来讲 ，Sony 可以说是第一名。好，那接着呢 ，NFL 他这个美族老大 Goodell 也讲说，其实他们也在寻求更多元化的、更有趣的去跟观众互动的一个方式。因为你说如果就单纯只是转播比赛，那其实我觉得观众是会看腻的。因为假如说你看篮球、看足球，或者说你看棒球，大家每次可能就觉得数十年来看的那个内容都好像有点单调。所以呢，美式足球呢，他们就尝试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我那时候看我也觉得这个很好玩。他把整个比赛的即时转播啊，都给它弄成借由这个与 Sony 的合作，弄成了一个动画化的画风。例如呢，在2023年他们是用这个《玩具总动员》，然后在这个2024年呢是用辛普森家庭。那我觉得这边可以放一下他们那个转播的画面。我看完感想是说，其实它跟这个有点像你直接在玩一些游戏，假如说你在玩这个 NBA 的什么2K24、2K23，但是呢，它把它换成了游戏人物，然后连转播人都换成这个游戏人物，整个感觉起来是非常的有趣。然后我觉得 YouTube 底下的评论也大多是正向居多的，因为觉得假如说有时候美式足球可能你跟小朋友看，你会觉得这个美式足球好像有点暴力。那如果经由这个动画化或者是一个玩具化的一个效果之后，我觉得那看起来就非常蛮适合你跟你小朋友一起在看这个美式足球的。好，那接着这个Goodell 这个 NFL 主席他有讲说，他们在2025年全新使用了这个 Sony 他们的一个教练组的沟通系统。什么意思呢？就包含教练的耳机、教练的麦克风都使用了这个 Sony 为他们特制的。那大家知道 Sony 它的降噪耳机是非常有名的嘛，所以当你在这个人声鼎沸的一个现场的美式足球比赛现场，那你的教练要讲话，要下达命令给你的一个队员，那你的教练组彼此要沟通，那这个耳机的听不听得清楚，跟你讲话收音收不收得清楚，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了，那讲完了这个跟美足的一个联动之后，我觉得他第二个要讲的大事情就是说，他 Sony 跟 Honda 本田的一个电动车计划。其实这是从去年一直在讲的这个 Avila 的车型哦。那首先呢 ，Toki 长他就先请出了这个本田汽车事业部的一个董事长，他叫做水野泰秀哦，水野泰秀。那接着呢，就是这个电动车呢，它会自动的一个借由他们语音的操控之后，就自己开进来这样子。那在这个电动车开出来之后，我觉得接下来就是一个商业开吹的环节啦。就当然水野厂他讲说，随着这个智慧驾驶的发展，人们不需要去手去遥控这个方向盘，所以慢慢的你的车上也是会是你一个独特的娱乐的场所。然后呢，他讲说 Avila 的车机界面啊，会强化沟通讲话的功能，让它不是只是一个接收语音的命令的机器人，它会跟你聊天。然后呢 ，Sony 他们有一个，他们家最厉害的是什么？是他们家的一个光学的就算光学的仪器，就是他们相机里面的光学元件、光学的感测器，它可以用光学感测器去照说，你整个的，就是你周边车子周遭的环境嘛，就是用视觉的方式。那接着呢，在车内的你，它还可以用一个游戏引擎。那个就是一个游戏引擎的公司叫做 Unreal Engine， 它把你所有这个 Sony 光学镜头所看到的画面，把它在车内给你绘制出来。所以那时候 Avila 的一个展示画面就讲说，它的车机界面呢，你看到那个整个萤幕秀出来的，跟你周遭的环境来讲是非常真实的。好，那其实，在去年一直讲到今年讲了那么久之后，他说这次的这个Avila 终于要开放大家订车了，不是交车，要开放大家订车。好，那开放大家订车啊，最重要就是价格嘛。Avila 它总共有分2个车型，2种价格，一个是$89900，就是差不多$9万，那一个是$102,900，你就当做$10万这样子。然后它都有3年的一个保固升级。然后很好笑的是，他说如果你当天订车的话，可以有这个$200的一个折扣，而且呢还限定是这个加州的居民才能独享有这个优惠。然后这个水野厂就说他们在研拟说，接着把这个$200的折扣都扩展到各个州上面去，这样。好，那我觉得这个应该算是一个，我不知道日式笑话嘛，就简单讲，我觉得有点不好笑这样。然后，其实如果你想知道这个 Avila 车子的细节的人啊，他们隔天还有一场 Avila 车款的专门发布会，有去讲一些细节。但是坦白讲，以我个人的感想就是，以这台车目前看起来，这价格是真的是比较贵，因为你说第一个价格贵之外，
它还要2026年的年中才能去做交车，然后又没有讲说车的一个性能，然后这个车的合作是有一个传统的车厂跟一个光学传感器还有萤幕厂商的出世之作。你说它要到假如说9万美金、10万美金，坦白讲，我觉得是真的比较贵。那如果是我觉得啊，如果在5万、6万美金这个价位带以上或左右，都还算正常可以接受。但你说9万、10万，我会觉得你买的人，你到底是支持 Sony 你还是支持 Honda 呢？这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你说车子会不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非常厉害或非常一个娱乐空间？其实我觉得是肯定的，因为智慧驾驶啊，它到未来，假如说你人真的都不用去关注你四周的情况，也不需要去接手的时候，那你坐车的时候，就好像你在搭客运嘛，你在搭客运，你会看一些，或你搭飞机，你会想看一些飞机上的那个电影啊，那你会想看一些节目啊。那你在车子里面的时候，其实就专属你的空间嘛。因为我常常说，你车子里面听音响，其实很享受的。为什么？因为你车子的隔音好，然后椅子又舒服。所以你说 Sony 它有没有机会可以打造一个非常好的车内的娱乐空间？它能不能在以后成为一个车内娱乐空间的一个龙头？其实我都觉得这是肯定的。那加上 Sony 他们有很强的一个光学感测的元件的生产，而且其实他们在人脸辨识技术上它也是非常厉害的。你要想想看 ，Sony 的相机啊，他们有一些这个人脸快速对焦的功能，甚至还有一些动物眼睛快速对焦的功能。那你要怎么样去辨识这个是人类眼睛还有动物眼睛？这个就是演算法的帮忙嘛。那你既然可以辨识人的眼睛跟动物的眼睛，那你在开车的时候，这个技术可不可以帮助你来辨识？现在是行人了，那我要礼让他；现在是动物了，那我不要撞到他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Sony 它成为这个车内娱乐行业的一个龙头啊，这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前提，就是说智慧驾驶要发达到人再也不用去手动接管这台车。那以目前的一个自动车它的一个发展来讲啊，现在的很多车款都还在 Level 2。我这边放上一个智慧驾驶的一个 Level 1到 Level 4的图啦，我跟大家简单说明一下，就是如果我建议以接管来讲 ，Level 3跟 Level 4是几乎人不太用去接管的。但是如果 Level 1跟 Level 2的话，基本上还是需要人一直时刻去注意的这样子。那我跟大家讲一下，这台 Afeela 呢，其实它目前的智慧驾驶的程度也才到 Level 2，所以你就知道，我觉得以这台车，你要能达成说，你就可以在车内很愉快的去看电影啊，去享受那种车内的一个车机的娱乐，我觉得离现实还是一个比较远的想法这样子。然后我觉得 Sony 它跟本田合作，你说本田在未来会是一个电动车或智慧车很一个重点的厂商吗？我觉得现在看起来也是比较有难度的。所以对于 Afeela 这台车的看法，我本人是比较悲观的。好，接着呢，回到 Sony 的 Toki-san 这边，他们讲说，就是 Afeela 这个讲完了之后，他们要开始讲到一些电影创作啊，或者是一些帮助这种创作者的工具了嘛。他们讲说呢，他们研发更多的工具去帮助这个影像的工作者，然后他这次请出了一个厂商叫做 Pixelmondo。那这个 Pixelmondo 他在讲说，这个厂商他讲说，以前我们要拍那种车子的高速场景，就好像你拍一些那种像Netflix 上面，如果你看过《鬼影特工》的话，还有一些那个车子的追逐，那人在车里面啊，然后快速的开着车，然后追着前后有那种激烈的枪战嘛。他们说以前你要拍这种场景啊是非常危险的，为什么？你想着你要拍这种场景，你需要一台摄影车，然后车上面要绑着很多很贵的几十万的几百万的摄影机，然后你要绑一些金属的手臂，然后呢你车子要开得很快，你的演员要开得很快的车，你的摄影车也要开得很快，去跟着整个场景。那整个摄影起来呢，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还有天气的配合。假如你今天要拍一个白天的飞车追逐的场景，就会下大雨，那你就不能拍了嘛。所以成本很高，然后它的危险的程度也非常的高。那这个时候你更不用讲说，如果演员 NG 的话，这整个戏要怎么拍呢？所以呢，他们就推出了一个叫室内车架。那这个室内车架呢，它还有搭配一些摄影机的方案，就是它摄影机可以搭载一个也不是说它搭载在一个轨道上面，然后那轨道上面还有机械的手臂，所以你的摄影机可以从各个角度去拍摄你的那个就是摄影的车架。然后那个车架可以模拟出，假如说它会展示说它在一个颠簸的路面上运作的时候，它会整个车架在震动。好，那你车架在震动的时候，你车子上有人嘛？那背后的背景怎么办？这时候他们就会跟 Sony 去合作，去搭建这个虚拟的布景。
那这个虚拟的布景呢 ，Sony 他们也是用萤幕在搭配这个就是 Unreal Engine 一个这种游戏制作的引擎，它去搭载这整个方案，所以它可以去模拟说，利用在室内去搭棚，然后配上这个虚拟的萤幕，然后搭配这个车架，然后搭配摄影机，它在室内就可以拍出假如说飞车追逐的一个场景了。那他们现在讲完这个室内拍摄的方案之后，又讲到了一个3D 动画制作的改良方案。那其实它有3个重点啊，就是说一个就是动态捕捉，那第2个就是 VR 的头戴的显示器，那第3个就是真实场景的构建的这个建模的速度就更快了这样子。那 Sony 他们推出了一个叫做 Scene XYN 软体哦，它的真实场景呢可以借由3D 建模加速这个动画的一个生产，它就直接用相机去拍一个，假如说你拍一个小东西，你拍了很多角度。那接着这软体就可以把它很快的一个建模。那接着呢，你再用你的这个VR 眼镜，它的示范就是说你在 VR 眼镜里面，你就可以去浏览这个建模建出来的样子，然后你把它去摆到一个你喜欢的地方。那这样你这个虚拟场景的构建是不是就变得很快？那你不管是动画或游戏，这样制作起来的时效，也许就整个就进步了非常多这样子。然后他讲说，这整个制作的过程都是可以用消费级的单眼去制作。你就想想看，如果以后你是一个小工作室，那你要去做一个3D 的建模，那你就拿一个5、6万块或10万块的消费级的相机，你就可以搞定了。那这个听起来就成本来讲，就首先就省了非常多钱这样。那接着呢，我们讲到了一个动态捕捉，他要讲说，他有做了一个新的一个动态捕捉器，叫做 Mocopi。Mocopi 呢，就是它帮助什么事情？就以前动画要怎么做？以前动画呢，它是要平面图再用成立体动画。那现在有更简单的动作捕捉器材，它的这个 Mocopi 的用意就是让小的工作室，你也可以去很快的去做到那个动画，就让人物去动，你可以做很简单的动画。所以呢，基本上它这些工具的提出呢，就是让整个，我觉得这也是你想想看，这也是现在 AI 啊或者一些工具他们发展的方向嘛。像现在 AI 有这个 DeepSeek， 它就是说像 OpenAI 的这个成本太贵，那它开发出更便宜的一个 AI 的方案，让更多人，让小工作室也可以去使用这种便宜的工具，那去达到假如说用昂贵工具的7成到8成的效果。那我觉得对整个产业啊，影视产业，对整个动画产业来讲，这也是非常正向的。那这个东西呢，发展的磅礴了之后，你再有好的荧幕去看好的电影，那我觉得也比较有意义这样子。好，那其实呢，这发布会最后他就在讲说，我觉得这就比较像是宣传的，他就请《鬼灭之刃》的那个动画制作团队在讲说，《鬼灭之刃》的一个最终的篇章就是讨伐那个鬼王无惨，要在2025年去做发布。然后接着呢，他会把更多的游戏翻拍成电影还有电视剧。当然，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内容的提供了。所以纵观整个Sony 的一个 CES 的发布会啊，我觉得其实它的重点就是当然在讲说，第一个在讲它的电动车啦，那第2个就在讲说，其实他们在所谓的动画电影的创作工具上面来讲，以前可能觉得说 Sony 它就做一个专业的摄影机，它做专业的这种广播相机，但是呢，现在 Sony 它要讲说，其实他们从整个源头端电影的制作的软体，那电影拍摄的一些方案来讲，它都可以提供应该说更低成本，然后那个影像的成效，却有着8、9成，甚至还是原本100%的效果的一个提供方案，让整个影视行业它在制作电影的时候、制作动画的时候，可以有更高的效率、更低的成本。那我觉得，你影像端做这些努力，其实你有好的影像的作品，你有这些好的电视荧幕，你有好的电脑荧幕，你有好的硬体，才可以得以发挥哦。要不然以现在来讲，我觉得其实你要买到一台好的电视是非常简单的，但是你要看到一个高画质、媲美蓝光画质的片源，其实是以合法途径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所以我们希望我觉得在未来之后，大家能看到更多的好电影，然后好动画都是以这种蓝光画质的方式去做发布，这样子。好了，那这次的 Sony 发布会影片就到这边。不知道你对于 Sony 的电动车 Afeela 你的想法是怎么样？Sony 是否能够成功的成为一个电动车产业的龙头呢？都可以在 YouTube 底下留下你的看法。我是 Alan， 这是 CES 展览影片就到这边，我们下回见喽，拜拜。